大家好，我是邱平。看完了南京城墙之后，我就来看南京另外一处宏伟建筑——南京故宫。说到故宫，大家一定会想到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其实呢，北京故宫就是参考南京故宫建造的。在公元1366年，朱元璋呢，为了他称帝做准备，就开始大力修建南京城，修建城墙。那宫殿也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就开始修建了。大概修建了20-30年吧，才把那个南京故宫基本完成。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南京故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没有去过北京故宫啊，沈阳故宫我也没去过，那就先来南京故宫看一看。南京故宫又称明故宫，旧称紫禁城，始建于公元1366年，到了1392年基本完工，前后历时26年。后面呢，其实还是有修缮。它是中世纪世界规模最大的建筑群，被称之为世界第一宫殿。可能很多人会说北京故宫，其实按照资料考证，北京故宫的面积远不如南京故宫面积大。按照考证的话，北京故宫占地面积是72万平方米，而南京故宫占地面积达到100万平方米，相差非常大。南京故宫的独特之处也在于，它开创了皇宫自南而北中轴线与前程轴线重合的模式。这种宫城轴线合一的模式，既是南京特殊的地理环境使然，也是遵循礼制、呼应天象、顺应自然建设的杰作。就相当于南京城的中轴线和南京故宫的中轴线是重合的。它这种建筑形式为后来北京城的建设以及北京故宫的建设提供了蓝本。不过非常可惜的就是南京故宫由于时间历史的关系，现在已经被损毁了。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的是一些遗址。现在呢，已经来到南京故宫范围之内的，这里是免费参观，你刷一下身份证就可以了，交通也方便，地铁就在旁边。我们来到这里，首先看到的就是这样一栋宏伟的建筑，大家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城墙？这个不是啊，这是午门。听到午门，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推出午门斩首。那么以前呢，真的就是如此。那这个午门的作用非常大，它有一点呢是整个皇城的正南门。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说推出午门斩首，然后呢，明朝有廷杖，都是在这个外面。还有一点呢，就是皇帝派大将出征，可能呢就是在这里举行欢送仪式。同时呢，如果大将去远征，他立了很多功劳，打胜了回来要献俘仪式，就会在这个地方。那同时呢，比方说朱元璋时期，他的那个大将徐达或者燕王朱棣打了大胜仗回来，朱元璋呢可能如果自己不去迎接，他就会派太子朱标去迎接，有可能就是在这里啊。所以午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不过午门呢并不是故宫的第一道门，它前面还有洪武门、承天门等等，这个跟北京故宫差不多。为什么会称之为午门呢？主要是居中向阳，未当子午，因此得名午门。午门是皇城的正门，位于皇城的南北中轴线之上。午门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功能，还有呢，它是传达圣旨以及朝廷告示的地方，从而可以这样说，午门应该是整个故宫里面最重要的一座门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午门，它是一字形。如果大家看过北京的午门，应该会发现它是凹字形。那原本北京的故宫就是仿照南京故宫来建的。那么在以前，南京的故宫午门也是凹字形的，只不过后面由于战乱各方面损毁了，就没有了。以前应该这里有建筑，我们看这里还能看得非常清楚，有那个筑楚石的遗址，就证明这里有一个大的建筑，那个是叫做阙楼。现在没有了，只剩下这个原本的午门正常遗址，就是这样一字排开过去。午门其实正常来讲是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像城墙一样，它是叫做墩台，上面呢就是五凤门，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看到了，那基本上是宫殿陵墓皇帝才能使用的。
午门呢是被分成5扇门。我们从这样看的话，只有3扇门，它是采用了明三暗五的说法。这5扇门呢也有各自不同的规矩。中间正门平时呢只有皇帝才能出入，那皇帝大婚的时候，皇后可以进一次。殿试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的人，可以从此门走出一次。现在就准备通过这个中门进入到故宫里面去。如果是在几百年前，这里只有皇帝才能走的。我们先看看这个中门，非常大吧？这个是一个旋门，旋门这个是从明朝才开始有的说法。这是我在那个看南京城墙一个导游说的，不知道真假呀。反正我们经常说陵墓里面这样的过道，还有这种大门，都是称之为旋门。这个高度呢大概是8米，宽度6米，长度的话27.5米，非常庞大呀。大家看看这下面这些石头，不得了吧？那么以前皇帝进出这个午门，它并不是走2边，而是走中间的。然后两边的这须弥座也高度1.2米，非常庞大。一般只有大型的宫殿才会有这么长的旋门。我们在这个过道里面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这里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大家来看一看啊，看到没有？在午门中门这一块石头，竟然上面刻画了一条鱼。那么大家猜一猜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年年有余吗？这是肯定不是的。在明朝建立这个午门、建立这个故宫的时候，这条鱼肯定是不存在的，因为当时如果有的话，绝对会马上被处理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到了清朝，这里是清朝政府的一个驻防城，肯定也不会有的，很有可能是后面修缮这个午门、修缮故宫的时候，工匠呢从其他地方弄了一块带鱼的石头过来，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过了午门呢，这里就是御道，前面呢有桥，然后还有一些大殿。等一下呢，我们再过去，先去这个午门上面走一走，因为这个午门是可以走上去的。因为在举行重大典礼的时候，皇帝会站在午门上面嘛，那自然而然的话就可以上去，跟我们看的南京城墙一样的。在中门的东西两侧有2个门，那么都是比中门小一点的。我猜想啊，它如果以东为尊，那么这边当时应该是那些亲王、皇族人员走的，在西边应该是3品以上的大臣走的。然后再过去一点呢，肯定就是那些品级比较低一点的大臣走的。从这里就可以上午门顶部看一看了。午门在以前上面是有建筑的，被称之五凤门，也差不多是面阔9间，进深5间。我们上去看看是不是如此啊？因为有住处的遗迹可以看到。哦，上来了，哇，这个非常庞大呀！这里每一块石头就代表一根柱子，整个这个午门上面肯定是有上百根柱子在这里。这样看的话更明显，中间空旷的那一个地方应该属于大殿。这就是午门的模样，确实是非同一般。大家看一看，当时的柱础都这么大，那柱子的话，直径可能有80公分呢。不知道是不是金丝楠木的？如果是金丝楠木，那就更不得了啊！这里是五凤门，面阔9间，进深5间，95至尊嘛，这个是资料考证的。明朝朱元璋修建的东西，感觉都是比较气势宏伟。之前我们在嘉峪关或者是雁门关、长城沿线很多砖上面都刻了字，这个南京故宫同样是如此的。这个是写的什么官员，谁那个建造的，谁负责监督的。这一块砖非常大呀，我仔细看看，宽度的话有10几公分，高度的话10公分吧。这跟我们现在看的砖完全不一样。
按照明朝资料的记载，这种砖块上的名字最多呢能够达到11级，相当于有11个负责人，确实是那个挺多的啊。可以这样说吧，明朝初年建城墙、建长城，可能造假的话就比较少，因为发现一个问题，那这些人都得倒霉。现在我们就下去了，去看看南京故宫的其他建筑。我们在北京故宫可以说有一个太和殿，那么在南京故宫这里有一个称之为奉天殿的地方，我们得去寻找一下，看看它的遗迹在不在。我们前几天去看了方孝孺墓，他是被朱棣下令诛杀10族的一个人。那么当时他没有被推出午门斩首处死，而是在午门内。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一块范围。据说呢，这里面还有一块那个石头见的血，据说就是方孝孺遗留下来的，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啊？我们到处得看一看。南京故宫作为皇宫几百年，那么有几位皇帝在这里登基呢？大家绝对是想不到的哈。很多人以为朱元璋是在故宫登基，其实不是的。朱元璋是在紫金山，就是中山登基。在南京故宫，第一位登基的皇帝是朱允炆，第二位是朱棣。他登基的位置呢，就在前方不远。我们一般都说北京故宫有个太和殿，那是皇帝登基的地方。在南京故宫是叫做奉天殿，前方这一块呢属于奉天门，算是奉天殿前面的一栋建筑，就跟我们在陵墓看到的凌恩门、凌恩殿、隆恩门、隆恩殿一样。那这个奉天门是干嘛的呢？它是皇帝御门听政的地方，相当于皇帝在这里上朝。我们经常看影视剧中，皇帝呢是在金銮殿里面上朝，其实呢，碰到大潮，皇帝呢是在奉天门这里。如果大家去北京故宫看过的话，那个像清朝的皇帝是在太和殿的，那么皇帝在这里，大臣是在哪里呢？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御道啊，那两边，相当于是露天上朝啊。大朝的话，一般像5品以上官员得全部来；如果是小朝，在金銮殿里面的话，可能就是3品或者是4品官员以上吧。大家看看，这些就是遗址。这个石头是柱础石啊，比我们刚才在那个午门上面看到大得多。这个柱础石下面这个石头宽度是2米，上面那个柱子啊，很有可能有最少1米，相当大呀！可以想象奉天门这个地方的重要。那么奉天门呢，东西长58米，南北宽30米。在当时，皇帝呢就在这里接见大臣，也在这里议事。朱棣呢，在这个地方还招待过一些外国国王。当时不是个郑和下西洋吗？他带了一些外国国王过来。那个外国国王呢，还在这边去世，安葬在南京。刚刚我们说，方孝孺是在午门内被朱棣下令处死的，有一块血迹石，我们找到了，就在这里。方孝孺为什么被处死？我们前2天也说了，传说当时方孝孺的血迹呢，就是建在这个石头上面，石刻还刻有“明靖难忠臣血迹碑记”字样。一直流传着方孝孺是被朱棣下令杀了10族。我们之前的视频也分析了，10族应该是没有，3族有可能。看过了奉天门，现在我们去看一看奉天殿。前方这个区域呢，就是奉天殿。它以前呢是面阔9间，进深5间，是明代初年朱元璋、建文、朱棣3朝举行重大典礼和接受百官朝贺之所。奉天殿也是我们俗称的金銮殿。这个奉天殿呢，地面建筑已经完全没有了，地表仅剩部分柱础等残余构件。这个奉天殿，我们现在如果去北京故宫看的话，太和殿是非常庞大的。那其实南京故宫的这个奉天殿比北京故宫的太和殿还大。据考证，
南京故宫奉天殿大概是70多米，而北京的是60多米。非常可惜，就是地面建筑没有了。我猜想当时建造这座大殿，可能采用的都是金丝楠木，因为北京朱棣的长陵都有金丝楠木，这里肯定也会有使用的。在奉天殿后面是华盖殿，这也是有它的作用的，是皇帝前往奉天殿休息的地方。每逢春节、冬至及皇帝的寿诞，均要在此先接受内阁大臣或者宫廷执事人员的参拜，再去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在华盖殿后面就是景升殿，奉天殿、华盖殿、景升殿，相当于就是前朝。基本上每一座大殿都有它的作用。在这些大殿旁边呢，还有文华殿、武英殿等等。经常说的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就是以这些殿命名的。在这些大殿后面是皇帝和后妃生活起居的地方，名字叫做后庭。我们常说的前朝后寝就是这个意思。处在中轴线上面的是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在左右两侧呢，还有御花园等等。整个南京故宫殿宇重重，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气势恢宏。在明朝初年，作为朱元璋、朱允炆、朱棣3位皇帝的皇宫，长达54年之久。直到永乐19年，公元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南京故宫呢正式结束王朝皇宫的使命。尽管迁都北京，但南京呢仍然作为陪都，是由皇族和重臣驻守，地位呢仍然十分重要。不过再怎么样，没有皇帝在这里，南京故宫呢就慢慢的破损，慢慢的萧条。特别是到了明朝中后期，还遭到损坏。到了清朝，这里作为驻防城，已经完全没有皇宫的职能了。到了咸丰时期，太平天国攻占天津之后，这个皇宫基本上就被损毁了。这个南京故宫现在我们是能参观，在600多年前，这里是绝对的禁地啊，普通人是绝对进不来的。走在这个故宫遗址当中，确实会有点不一样啊，仿佛呢脑海中有一个声音，让你见识到了大明王朝初年的那个波澜壮阔岁月。这个南京故宫修建的这么宏伟，这么有气势，朱元璋身边肯定是有高人呢。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就是当时的刘伯温。南京城墙、南京故宫应该都算是他主持修建的，选址也是由他。南京故宫差不多就看完了，因为现在这里只能算是一个遗址公园，没有太多的东西，我们只能介绍一部分。以后有机会去北京故宫或者是沈阳故宫，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宫殿里面的布局内容。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